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光雾国家森林游乐区游客中心。我们光雾旅行的第2天，要来造访大陆林道西线。我们现在就先参观游客中心，待会再造访大陆林道西线。雪霸圣人线，名称来自于1927年台湾3月总干事早井铁太郎所发表的一段话：这神圣的人线啊，谁能真正完成大霸尖山至雪山的纵走，戴上胜利的龙冠，叙说首次完成纵走的真与美。台湾的登山活动始于日治时期的3月探勘活动。这是日治时代台湾登山前辈深丑之助早井铁太郎、千千岩助太郎、鹿野忠雄。这是战后台湾登山界的4大天王：邢天正、蔡锦章、林文安、丁同山。台湾的高山百岳就是由这4位前辈所选定的。原住民的生活，观雾原是泰雅族原住民的居地。圣山传说。观雾，泰雅族语是 Mogiri， 意指高起的丘陵。日本话是指起雾了。这是昔日观雾开采林木的情景。光雾派出所位于游客中心旁边，它的前身是日治时代的贸易力警察官驻在所。前面那里有一座纪念碑，林务局大陆林道殉难农民纪念碑，中华民国54年3月。这座纪念碑是纪念民国52年。政府为了开发观雾的森林，由420位农民弟兄组成的工程队，开辟大陆林道，总共完成50几公里的大陆林道，其中有9位农民殉职，还有300多人受伤。终于很艰辛地完成这项公路工程。大陆林道分为东线跟西线，东线通往大霸尖山的登山口，西线会通往观雾山庄，还有真山的登山口。我们今天就是要走大陆林道西线践行。大陆林道西线的入口在观雾山庄那边，离游客中心还有一段距离，我们就开车过去。观雾山庄到了，前面那座山就是观雾著名的真山。这是观雾山庄，也是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唯一住宿的地点。雪霸圣人线，雾社樱王，树龄约80岁。不过雾社樱是3、4月才会开花，现在看不到樱花盛开的美景。我们现在走往大陆林道西线，这里是大陆林道西线的入口。大陆林道西线目前可以通行的区域大概2.5公里，左岔路有赏鸟步道，也可以通往观雾瀑布。
右侧是蜜月小径，通往快山巨木群步道。大陆林道西线是光雾国家森林游乐区最平易近人的一条步道，因为以前是卡车走的林道，所以非常的平缓好走。如果是要到光雾瀑布的话，那走下去溪谷，爬上来大概要1个小时，所以今天就不去光雾瀑布了。现在中午12点了，我们就在柳山森林里面用午餐。这里有伐木的设备，落炉式循环集采。这是集采机。好，出发了。大陆林道西线沿途都是柳杉造林。现在听到没有？很棒的森林浴路线。这条林道是民国52年开辟的，想到他的年纪比我小，还是让人有一点点岁月的感怀。前面就是真山的登山口，这里是真山的登山口，环状步道1圈4公里，大概3个小时。海拔上升300公尺，我们今天就不去了。这里是大陆林道西线步行的终点，我们就在这里折返。真山步道入口到光雾山庄约1.64公里。好，我们往回走了。沿途有一些樱花树。所以，如果3月来的时候，风景应该会更多彩多姿。回到集采机这里了。我们快走回到光雾山庄了。大陆林道西线再来回超过3.3公里，1个半小时，很轻松的一条森林浴路线。我们回到光雾山庄了，我后面是光雾山庄的咖啡厅。那我们就在这边喝一杯海拔2000公尺的光雾咖啡，再下山。我们2天1夜的光雾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